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速库3C 团，我是阿贵。我相信台湾的超商非常的方便，你可能每走50公尺就会有一家超商，特别是在大都市啊。有一种东西，我相信很少人会在超商买，那就是科技产品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回老家，我忘记带我的充电线，然后我还是要去超商买。我看到超商里面卖的线，我真的是非常惊讶。那超商的线的价钱真的是非常的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超商却有一种东西，它相对的比较便宜，那就是蓝牙耳机。各位也知道，速库已经开这么多蓝牙耳机了，就一定会想到，那超商蓝牙耳机到底怎么样呢？今天我们就先选了一款，这一款超商蓝牙耳机，那它的音质啊，或者是它的质感到底如何呢？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开始之前，别忘了先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我们第一手通知哦。这一只耳机的名字蛮特别的，它叫做 DEB532，盒装内容物有充电盒一个，真无线蓝牙耳机就是一副嘛，2只，还有一条 Type C 的充电线，哇哦，是 Type C 耶！接下来还有一本繁体说明书，这点也很重要。它还有替换用耳塞加耳机上的共3副。先从盒子的外观开始说起，上面呢有一个 HiFi 高保真蓝牙5.0，对于这一点。其实我想了很久，因为 HiFi 这件东西对于有专业的人来说，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太大的定义，它可能就只是定义你的音频大概在多少里面就是在一定的范围里面，你要维持要有这样的声音，就是频率响应曲线要这样子。接下来呢，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个人，他在对你微笑，他在笑什么？哈哈，你居然会买我！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的是它的外观，外观一定要拿出来。充电盒其实是相当精小的，而且非常的轻，我都怀疑里面有没有装电池了。充电孔在背后是 Type C 置中的设计，那它的开盖呢是一段式的开盖，有磁吸，这一点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是有磁吸的。耳机我相信大家它的外观应该不陌生，就是一个塑料的材质。全塑料的材质，那稍微分了一点雾面跟它的亮面的差别，是使用入耳式的设计。各位，你可以在开箱的时候看到，它其实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我们以为它很小啊，哇哦，超小的，然后一拿出来，哇哦，超大的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盒子是有非常大的魔力的。来，耳机本体，其实各位如果对于真无线有一点研究的话，你会发现它其实跟某小鸟牌其实蛮像的一种设计。外观的话是不是有点像鹅卵石？又鹅卵石。对，又有点像鹅卵石。这个时候我又想到我们之前说的 Sit Down Please。充电指示灯呢在内部，就是4颗指示灯，而且它隐藏的非常好。其实那时候真的很难注意到它有出现。两边耳机呢，它也有充电的指示，都是隐藏式的，就你要使用你才知道哦，原来在那个位置。它也其实说我们遇到的问题，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你要拿进去充电的时候，你要先撕掉它的保护膜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这蛮厉害的。它的保护膜真的是做的你看不出来，是透明的保护膜。我刚拿到的时候，我们充半天，我想说为什么不能充？原来是因为保护膜是没撕开。接下来第二个问题，因为它在做工的精致度上面，其实还是有一些落差的。接下来就是它的触控区，它虽然是磁吸式的触控，但是你要确定它放好了。有亮灯才可以，因为我们除了刚刚一开始阿贵耍笨没有撕开膜之外，其实我后来撕开膜放进去，它有一只耳朵也没充，稍微压一下。对，你要压一下，看到它有在发亮，哦，它有在充电了，然后你再起来。它整体确实很小，就是它的纵深比较大一点，那可以理解，因为刚刚发现，哇哦，哇哦。接下来呢，来想想它的规格啦。它上面规格是写它是使用蓝牙5.0的技术，那具有 HiFi 的高保真，具有 IPX4的防尘防水系数，触控的操作。它的续航时间呢，它上面是写2.5到3.5小时，然后还有挂号，依使用音量大小而定。我觉得这点蛮不错的，就是有个 range 嘛。其实有些时候我看到厂商写它使用的时间是多久，实验室里面的使用是多少的音量呢？多少的距离，就是越真实，我觉得很真实很重要啦，真诚以对嘛。我还有什么规格没讲到吗？重量，没有写。没有写重量，我们等一下再量，我们等一下用那个秤来称重量等等就会知道。它的充电座呢，可以帮它的耳机充2到3次，所以就是算2次好了，算2次，等于说3.5小时，我算3小时嘛，所以它总续航时间可以来到9个小时。讲完了它的基本规格，接下来到什么？音质的测试时间啦，各位秒。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到底真无线耳机需不需要包机，用这种1000元以下500左右的耳机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到底需不需要包机。答案是要。我刚开始听的时候，我真的蛮惊艳，就是哇哦，有声音的，有声音哎。
它主打的是这边有写，后面有写说专业调音腔体，特殊低频优化，听感愉悦丰富。我真的蛮愉悦的，就是觉得很神奇。它一开始听的声音真的是哇哦，全部都在一起耶。刚刚有个形容我觉得还不错，请说。就是刚开始的低音就像是罩了一层保鲜膜，对，塑胶膜没有撕干净，会有那个沙沙的声音。对，他开始听的时候，真的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声音，甚至你会觉得，你不要说通不通透了。以前我们常会说，好的耳机呢，它因为比如说 DAC 的关系，可以让它的声音更加通透明显，不会有一层罩纱。不好意思，这大概上了30层罩纱。我刚拿到听的时候，我想说，隔着纱窗听音乐，谁给你隔了纱窗？是隔了30个纱窗在听音乐，那个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妙。然后呢，低频虽然有强化，但是应该这个是低频吧？对，它是低频没有错，但里面有2只蜜蜂在嗡嗡叫。对，差不多这种感觉。然后没有分离度，什么东西都很混乱。但我觉得神奇的地方是，当我听到第3首歌的时候，它终于声音开始改变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它刚开始的时候，它的单体可能振膜还没有被震开。改变之后呢，确实有往上提升。你可以渐渐的听出来鼓跟贝斯之间的差距。有啦，人家还是有低音的。对，就是你可以渐渐的听得出来，它鼓跟贝斯之间是不一样的东西哦，不是全低频。它的人声表现呢，也渐渐的变得比较好。它从30层罩纱，大概只剩下10层罩纱，就真的包机是有差的。但我还是不太认同你需要包几百个小时，因为你也知道这里面是有充电的。那电池的寿命呢，就是充电500次，锂电池固定啊，大部分都是充电500次的使用寿命。所以你包了几百个小时之后，寿命少了这么多，就蛮尴尬的。接下来呢，我觉得它的调音算是没有调音。你要说3频均衡嘛，又低音又稍微多一点，蛮多那种闷闷的声音。我会说没有调音呢，因为它在播每一首音乐的时候，那个出来的方式都完全不一样。有点像是它的在工厂，就是它的零件装好之后就出厂。差不多，就是可能忘记调音这件事情，没有调音师，他收到什么资讯他就给你，而且很棒的地方是，他给你这些资讯呢，都会表现出来，不管他的单体能不能承受。所以你可能偶尔会听到低频爆掉，你又偶尔会听到高频爆掉，或者你会有时候听到乐器少的时候，它会有非常强烈的分离度，那个分离度像坏掉了一样。但乐器多的时候又全部浓在一起。我们可以这么定位啦，超商都是给你即时的需求，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充电线，就是你没有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想到会去超商。耳机呢，如果你临时没有的时候，你确实可以去超商找暂时使用的，因为它不贵，但它的声音很妙，就是真的会听起来很愉悦，它给你了很多很惊奇的表现。那佩戴体验上呢，它还是有优点的。入耳式的耳塞提供3组替换用的耳塞，它的入耳性、它的抗噪、物理性抗噪非常的强。因为大众运输的发达，飞机行业啊什么的，你可能火车上你可能需要更好的抗噪，不然这一支对于一般来说，我觉得非常的够用。甚至你在搭公车、搭火车，5块刚坐在我旁边，他戴上这耳机，我跟他讲话他都听不到。其实它的佩戴体验也不差以入耳式耳机来讲，就是你戴上去转一下就好了，就是它就很稳，不容易掉。那等一下我们要去测通话体验。那我们来听一下通话测试。现在我们来到户外来实测这一支超商的真无线蓝牙耳机的收音。那各位现在听到的是我们相机的收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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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那接下来你听到的是耳机的收音，有 7-Eleven 真好。那各位觉得这个收音听起来怎么样呢？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？不用给他评价，我们先给他价钱吧。好，我觉得它是500块，请5块公布答案。699。对，699，其实差也差不多，但是差了快200块。我们把99算整数啊，是700块跟500块之间差了200块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会推荐 Q 系列或是小米系列 ，Realme 系列应该会是更值得考虑的，因为至少我听得出他们有调音师。底下欢迎各位留言告诉我们，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在超商购买真无线蓝牙耳机，或是你以后想要看什么超商里面的科技产品。以上就是我们这个超商系列科技产品开箱给大家分享。喜欢影片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还有科技网站、粉专、虾皮卖场，虾皮卖场最近有一些新的更新。那我们还有真无线耳机的社团。它人数一直在增加，所以也欢迎大家进来讨论，甚至把你的想法丢进来，或是你曾经不小心买过什么超商啊、大卖场的蓝牙耳机，你有什么心得也欢迎跟我们分享，我就不用再多踩一次雷了嘛。好啦，我是阿贵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